安徽砀山挖出一具红色且厚重的神秘棺材，打开棺材盖板时，一名身穿清朝一品武官服下葬的不服女尸出现在众人眼前，并且伴有阵阵香气扑鼻而来。此情此景，着实把在场人员吓傻了。看着几百年前的尸体，就像刚刚入睡一样，大家不禁多看了一眼，这才发现女尸不仅貌美，而且皮肤鲜亮。上百年的尸体不仅没有腐烂，而且还跟活人一般，这是多么神奇！为了证明女尸鲜活程度，专家特意用手轻轻触碰其皮肤和四肢，明显感觉到关节灵活可活动。女尸皮肤细腻而有弹性，那么她是怎么做到的？正当专家还在思考的时候，另一处发现让专家惊叹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女尸体的咽喉处竟然发现致命十字星伤口，把整个咽喉一隔为二，身带致命伤口，还是一品武官。他的死亡原因是什么？是他杀还是仇杀？为什么依据不服女尸身上会有如此之多的奥秘？保持你的好奇心，我们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接着往下看。2003年，安徽砀山一处小区开发工地上，挖机师傅不断挥舞着手臂，挖机也随着手臂的挥舞变换姿势，时而推土，时而挖土。可是就在挖掘进行到一半时，一块红色木屑引起了挖机师傅的注意，他赶忙下车查看，在铁锹的帮助下，一大块红漆板料出现在眼前。好奇的工友立马聚集起来，有人说是挖到了棺材，也有人说是挖到了珍宝。果然没几分钟，在众人的努力下，一副厚重的红漆棺材被大家抬了起来。面对厚重的棺材，大家十分好奇，里面是否有金银珠宝。随后就有工人带头用工具撬开盖板，在众人的努力下，棺材盖板被撬开，好奇的工人一拥而上，而后就是一股怪异的香味涌入鼻孔。再就是棺椁内躺着一位身穿清代官服的女尸，从女尸的样貌可以发现，这是一位漂亮且有高贵身份的女子。现在虽然身亡几百年，但皮肤和色泽跟真人睡着是没有区别。如果从女尸的着装来看，一定是有几百年之久。那么几百年的尸体在地下为何没有变质和腐烂？这也让大家十分好奇。一具神秘的清代不服女尸惊现安徽砀山小城。打开棺材盖板时，一名身穿清朝一品武官服下葬的不服女尸出现在众人眼前，并且伴有阵阵香气扑鼻而来。此情此景，着实把在场人员吓傻了。正当大家还在回味女尸的容貌时，有人大叫，古尸的指甲盖上还留有红色胭脂粉，这也太离奇了。随后就有人发现女尸的身旁摆放着大量的陪葬品。要知道，在那个时候，女人是不允许做官的，特别是女性还是一品武官。那这名女尸到底是谁？她又是怎么被完好的保存起来的？为了探明不服女尸的真实情况，考古专家特意走访了当时打开棺椁的当事人，所有人员一致认同女尸跟活人一样睡着了。我听说那个尸体挖出来的时候都是好的，是吧？是的。好成什么样啊？人说没化死，没有。人说没化死，衣服都还好好的。他看着原人就跟这睡那一样，头发好好的啊，跟我们这真人头发一样。而当专家进入停放女尸的房间后，惊讶地发现女尸的现状不如人们所讲的一致，只是发现清代女尸四肢的关节灵活可活动，嘴唇上的胭脂和指甲盖上留有精心晕染的红指甲。从按压女尸的皮肤可知道，这是一具不腐尸尸。对于尸尸的定义，就是尸体有弹性，富含水分，且死亡多年，身体没有腐烂变质。当今世界保存最好最完整的，要算湖南出土的辛追夫人，从身体完整度和柔软性都是迄今最久远的。要知道，辛追夫人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，
她在地下也沉睡了数千年，而且身体没有任何腐烂迹象。如果说清代女尸能和所描述的那样，那为什么现在又变成了这副模样？短短的1天时间，女尸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搁到这个冷棺里头之后搞尸干的时候呢，放到冷棺里一冻就不行。原来当地没有合理保存好，迫使女尸在短时间内变质和脱水，甚至开始发霉。一具神秘的清代步服女尸惊现安徽砀山小城。打开棺材盖板时，身穿清朝一品武官服下葬的步服女尸出现在众人眼前，并且伴有阵阵香气扑鼻而来。此情此景，着实把在场人员吓傻了。是什么现象让百年女尸不腐？又是为什么在打开棺盖时有香气扑鼻？种种现象到底要告诉后人什么真相？她的真实身份又是何人？女子为什么可以穿官服下葬？随着专家的进一步研究发现，女尸咽喉处有一巨大伤口，这样的伤口足以丧命。但从切口来看，这明显是女尸死后才被切开的，因为只有人在死后才能将伤口切割平整。要知道，女主人可是穿着一品官服下葬，是谁才能具备权利赐她身亡呢？而且还要将它完整的保存下来。在女尸的身上，考古专家发现女主人身上还穿着麒麟图案的补子。在古代，能够区分官职大小的主要就是服装和帽子，而服装上绣有飞鸟图案的则是文官，而绣有动物图案的则是武官。当服装上绣有麒麟，则代表是一品武官。所以说，女尸明显就是一位武将出身。那么她的死到底是因为打仗，还是被人所害呢？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更精彩。